大家好，我是 Aceson 啊，今天来跟大家开场跟这个以守为攻的英雄。对，就是我以前所说嘛，就是其实这个游戏它的攻击手段不只是那个攻击跟防守，那其实有一些攻击手段就是用那个防御代替了攻击。例如说，有些英雄不是可以做到这个康塔嘛，就是他英雄大致分两类，就是那个防御的时候，它有一类是那个反手攻击，就是反打。另一个就是弹刀，就是你打他的时候，你的手会弹一下的，那个也是一个抗塔方法。那这是英雄他基本上就不是这两个范畴，所以他是什么类型？他是直接很霸道，他按起那个防御键，因为他这个英雄是按起防御键是可以无限防御的，像我的正义队长一样。那然后这样还没完，他另一个特点就是，他可以在防御的过程中直接攻击。对，这个就是一个很 broken 的东西要我说的话，因为以前大概是那个7到8年前或者更久以前，圣兽，大家都知道圣兽是哪只，就是现在那个 meta 主要的角色之一，那个圣兽4，他以前是可以做到那个边防御边攻击的。对，就是他防御的时候也是无限防御，然后他按前的时候可以踢一下。对，就是那这样的话，其实听起来好像还好，当然如果我跟你说这么简单的攻击就可以导致那个官方把它修正掉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不简单的东西。那为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为什么那个反手过程中可以攻击这个过程会那么的难搞，甚至到那个官方也要把它 nerf 掉。OK， 那影片开始前也是那句，如果你喜欢的话，先订阅一下，谢谢。那最近这些影片应该会比较长一点。之前那些好像比较短一点，什么5分钟之类就完结了。那之后的影片应该都会比较倾向8分钟以上。那对，那就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对，那回到个影片里面，那以前刚才说到，应该说这次我们打的那个角色是那个守护者，应该是守护者，对，没错，守护者。那他的那个特色就是他可以反手的过程中进行攻击。OK， 那这样听起来还好吧？像刚才所说，那为什么以前那个圣兽要把类似的功能改掉？那很简单，因为如果他可以边反手边攻击的话，他基本上就可以无视对面的一切攻击，就是一些没有破防的攻击，而直接在你攻击完毕的时候，那个直接来进行那个反手攻击。那这样的话，对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那个反应时间了。就是例如说我超从air dash 冲过去之后，那他如果防御的话，我不是会直接暴露他的那个盾牌前面，就是他的人的前面。那然后如果他一直的保持着那个防御姿态的话，那我基本上我超种是不能做到任何东西的。就是如果我 DDD 完结之后 air dash 后 DDD 嘛，这个是我很 basic 的 combo， 那可以在我那个 DDD 完结的时候，他直接攻击，而且不让我有任何的那个反应时间。对，所以就非常之麻烦。哎呦，这边呢可以，这边的话先逼他开了这只那个披风那他就没有那个消技加这个喷救秘籍，那就很好。这边的话追着他来打。那可以看到，所以为什么那么麻烦？因为通常用这种角色的那个玩家都会不停地跑打那个类似游击的打法，或者更过分的，他会直接找一个角落，然后把那个防御键按起，然后在你每次攻击完毕的时候，就直接把你打倒。对，你可能想说，那就直接让那个攻击不会让对面容易猜到就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是有点困难的这个，因为基本上他的那个反手反击那个部分，因为说反手攻击那个攻击的部分是很快的，那个快到是基本上你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应时间。哎呦，这边的话可惜，所以你看到他的打法基本上就是防御，然后
然后把我打倒，然后最后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把我打去掉落去，就不停重复这个步骤。那我的那个打法，就基本上只有一个，就是我的超时空不停 air dash 它，然后就不要做任何其他的攻击。那什么意思？就是 air dash 后我直接跳走，比如说OK， 这是第二个解法，跳走是第一个解法。刚才那个 air dash 后直接用那个 break 卡破防，这个是第一个解法，因为我 air dash 后对面是防御姿态的，我直接去到他前面嘛。其实那个去到他前面的那个过程是挺快的。那基本上的话，对面也是有很少的那个反应时间，但就基本上他只有一个动作可以做，就是他要我 air dash 在他那个面前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就是一个行动可以确定，就是他要确定继续防御还是直接跳走。那只要他的那个确定猜错的话，就是猜错了，他会直接被我打在一个地下。所以的话是一个类似心理博弈的那个过程。所以的话打那个守护者的话，基本上是不停的那个心理博弈。如果我的那个打法的话是这样，那现在我看一下在 air dash， 可惜啊，他就不停的跑开，那就不停地追过去。哎呀，你看到吧？那个 air dash 时候他直接来那个防守反击是没有反应时间的，所以是很这有点我会比较说是做坏，对，但没关系，那我们就可以这边的话好险。我避开了，因为我猜到他对面应该会用什么技能。OK， 这边避披风，那他应该死了。那我们就见招拆招啊！对面怎么打的话，我们就用不同的解决方法来解决现在这个困境。那对面喜欢防守的话，我们就多一点用 breaker 把他打在地下。我看过，例如说大概2个月前还是1个月前。就是印尼那个实况组啊，那个好像是 Webon ID， 他有弄一个比赛吧，就是1打1的比赛。我当时也有去看那个直播，然后他好像在那个第4强的时候，就是有一场比赛，就是我这个玩家是一个主流的玩家。他是用一些什么不是，因为那个比赛不能用纯正英雄，他是用一些比较主流英雄，什么应该是红极通没记错了吧，或者是其他，总之就是一些主流的英雄。然后对面就拿出了这个守护者，对，然后他整场比赛那个对面守护者就是不停的那个用那个刚才我所说反手，然后攻击，不停的重复这个步骤，打到对面那个主流玩家完全不知道怎么打。然后我记得这个主流玩家好像就输掉了。但我记得这个主流玩家，而且那个实力还是不错的，他现在那个竞技场好像是前10名的，没记错的话。所以的话，这个英雄就是那么做坏，所以的话用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明白。我这边可以看到我 air dash 之后，我直接跳走。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因为我在用那只披风啊。我现在这个状况有点像那个晋级的巨人啊，我在那边砍巨人，不停的砍一下，然后就飞走，砍一下飞走，砍一下飞走，不停的重复这个步骤，然后找机会用了 break 打他，因为我再加上我在用那个披风嘛，就有点像晋级的巨人这里面的那些调查兵团了。OK， 那这边的话，都可以抓到。那现在的打法了，就比较偏向 air dash， 抓不到的话跳走，抓到的话就很好。如果对面有破绽的话，就尽量用 break。OK， 这边 OK 破绽来了 ，SD 不错。那他给我开启了，我操 ！OK， 这边小心点啊！可惜，这边失误了。那这边他用这个午夜披风我直接死了。这个午夜披风其实如果抓到对面那些比较低防御的英雄，其实也是蛮痛的。OK， 这边你看到刚才直接 break up， 就是尽量不会让那个守护者，就是用守护者这个玩家猜到你在用什么，就是不要猜到你下一步的动作。所以 at that 时候，我就是直接跳走，还是会那个 break up， 不要让他猜到。我们的花样用超手的玩家花样要多一点。OK， 这边就可以啊，对，就是不要让他猜到了其中一环了。OK， 那个我们多一点随机性，到对面就
没有什么我们办法了。OK， 这边呢继续 air dash 啊，不要放弃 air dash 这个打法。OK， 那我们的 SD 好了 ，SD 好的话，那就代表什么？代表啊，可以来一波技能阶段的输出了。哎，可惜这边打不到。哎呦，你看到哇，这个反手反击，应该是这个游戏里面唯一一次可以做到那么快，不会让人反应的那个反手反击。下电。啊，小一点，对面应该有技能了。哎，可惜，我慢了。那还有那个盔甲，哎，丢下去。那打那个守护者，另一个要做的事情就不停把它打下去吧。那我猜应该没什么人会质疑这一点。OK， 那边的话，哎，可以啊。那这边的话，两边血量一样。然后我的叫了 SD， 那我有一点小劣势，因为对面好像没开技能。哎，可以反装芯片，不错。我应该他是蛮怕我的那个黑毛啊，我的黑毛300攻击，重新一次撞过去，哎，可惜，OK， 他的头会开了，屁股开了，那不错，现在我的优势拉回来了，那直接鞭他，那这个就不用怕，这个鞭为什么那么好用？这个文艺复兴头，因为它有那个无敌时间，它那个无敌时间是很多装备都没有的，它直接是真的无敌，就是有一个无敌的 logo 在那个头上面。OK， 这边的话。可以拆一滴，那直接用那个 SD 收它吧。看起来这局的话应该是拿下了。OK， 飞过去，可惜啊。那这边的话再等一下，那他应该是有技能了，那我们就小心一点。冷静点。通常这种局势就不用那么细敌。哎呦，可惜这边空了。那小心点。可以。那应该玩家，那最后一个第一小姐姐。